如果我告诉你，新加坡最大的印钞机不是樟宜机场，不是滨海湾金沙，甚至不是三大银行，而是一座体育场，你相信吗？当很多人还在关注消费税涨到9%，计算 CDC 购物券怎么用最划算的时候，新加坡政府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在加冷河畔埋下了一颗重要的经济引擎，它就是耗资13.3亿新币打造的新加坡体育城。很多人对它最深的印象，可能是泰勒斯连开6场演唱会，或者酷玩乐队掀起的跨国追星热潮。但如果把视角拉高到国家层面，你会发现，这座拥有全球最大自由跨度穹顶的体育城，从来不只是一个办演唱会的地方，它更像一个巨大的流量转换器。全球顶级演出资源来到这里，带来的不仅是掌声和灯光，还有源源不断的游客、消费和资金流入。很多本地朋友会抱怨演唱会期间酒店涨价、商圈拥挤、地铁爆满，但换个角度看，正是这些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在为新加坡创造新的消费和就业机会。对于一个缺乏自然资源、市场规模有限的小国来说，能够持续吸引全球消费力，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竞争优势。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国土面积有限、资源并不丰富的小国，愿意投入13.3亿新币打造这样一座超级体育城？为什么全球越来越多的顶级演出资源愿意把新加坡作为区域核心站点？更重要的是，这些热闹背后究竟能给普通新加坡人带来什么？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台超级流量引擎背后的真正逻辑。不过，今天的新加坡体育城看起来风光无限，但它刚建成时并没有这么顺利。2014年体育城正式启用时，采用的是 PPP 公司合营模式，由4人财团负责长期运营。这种模式听起来很合理，政府减轻财政压力，企业负责提高效率。但问题在于，企业关注的是场馆本身赚不赚钱，而政府关注的是整个国家赚不赚钱。对于企业来说，一场演唱会是一笔业务；对于新加坡来说，一场演唱会可能意味着数万名游客、数亿消费以及整个城市的国际曝光度。双方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随着时间推移，体育城的潜力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一些活动因为成本问题无法落地，场馆利用率也没有达到预期。对于私人运营方来说，控制成本和确保利润是第一位，但对于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项资产融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于是到了2022年，新加坡政府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提前收回体育城运营权。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认为政府为什么要花钱把一个已经运营中的项目重新买回来。但几年后回头看，这一步可能恰恰是整盘棋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政府收回的不是一栋建筑，而是未来几十年的资源配置权。从那一刻开始，体育城不再只是一个出租场地赚钱的项目，而是成为新加坡吸引国际消费力的重要平台。国家可以从整个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算账，而不仅仅是看场馆本身赚了多少钱。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步布局的价值。2024年，泰勒斯时代巡演席卷全球，而新加坡做了一件让整个东南亚都高度关注的事情，拿下东南亚唯一站。结果有多惊人？6场演唱会，超过30万张门票，大量观众来自海外，很多歌迷甚至提前几个月规划行程，从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乃至澳大利亚飞到新加坡。对于这些游客来说，演唱会只是旅行的一部分。他们来到这里之后，不会只待几个小时，而是会住酒店、逛商场、打卡景点、体验美食。于是你会看到演唱会期间酒店入住率大幅提升，热门商圈人流暴涨，航空需求明显增加。根据多方估算，仅泰勒斯演唱会一项活动就为新加坡创造了3.5亿至5亿新币的经济效益。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愿意积极争取这类大型活动，因为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门票收入，而是门票背后带动的整条消费链。航空公司受益，酒店受益，零售受益，餐饮受益，金融机构同样受益，甚至连出租车司机、小贩中心和周边商家
也能分享到这波流量红利。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就是典型的乘数效应。游客花出去的每一块钱，都会在本地经济中继续流动。对于资源有限的新加坡来说，这种模式非常符合自身特点。没有矿产资源，没有庞大的内需市场，那就把全球消费力吸引过来，让更多人来到这里消费、停留和投资。而体育城正是这套逻辑的重要入口。它表面上是一座场馆，实际上却是一台持续吸引国际消费资源的超级引擎。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游客消费几亿新币和普通新加坡人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短期来看，游客增加确实会带来交通压力、商圈拥挤，甚至部分价格上涨。但如果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另一层逻辑，这些消费活动带来的税收、就业机会和商业活力会持续留在本地经济体系当中。酒店需要员工，餐厅需要员工，零售需要员工，活动运营需要员工，大量服务业岗位因此被创造出来。同时，当更多国际品牌和大型活动愿意来到新加坡时，本地企业也会获得更多合作机会。更重要的是，政府获得更多财政收入后，也有更大的空间推出各种补贴和援助计划。无论是 CDC 购物券、U-Save 水电费回扣，还是其他生活援助，本质上都离不开经济增长带来的财政基础。当然，没有人会因为一场演唱会就直接收到一张支票，但这些大型活动带来的经济活力会逐渐反映在就业、收入、商业环境以及公共财政能力上。更深层来看，演唱会经济还在不断强化新加坡的全球品牌。当几十万高消费游客愿意飞来这里时，国际企业和投资机构看到的是一个安全、高效、稳定且具有消费能力的国际枢纽。这种品牌价值看不见、摸不着，但往往比短期收入更加重要，因为它会持续吸引资本、企业和人才流入，为未来创造更多机会。很多人会问，既然演唱会这么赚钱，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复制？事实上，东南亚并不缺大型体育场，印尼有更大的体育场，马来西亚也有规模惊人的场馆，但顶级演出资源依然持续向新加坡集中。原因很简单，巨星团队选择一个城市，看重的从来不只是场馆大小，他们更在意的是确定性，设备能不能准时通关，物流是否高效，观众是否安全，交通是否便利，演出会不会受到突发因素影响。而这些恰恰是新加坡最擅长的事情。新加坡体育城拥有全球最大的自由跨度穹顶之一，可以有效应对热带天气变化。先进的交通网络能够快速疏散数万人流，高效的机场、港口和物流体系能够保障大型巡演顺利进行，再加上成熟的酒店体系、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高度国际化的城市运营能力，这些优势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竞争体系。对于国际主办方来说，选择新加坡意味着更低的风险、更稳定的执行以及更好的商业回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际活动最终会把新加坡列为优先选择。新加坡真正提供的从来不只是一个场馆，而是一整套高确定性的运营环境。而在当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从 13.3 亿新币的体育城，到今天吸引全球顶级演出资源的新加坡文体枢纽，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同一种思维方式。用长期视角看问题，很多国家建设体育场是为了举办一次赛事，而新加坡建设体育城更像是在建设一个持续创造价值的平台。它吸引流量，汇聚消费，强化品牌，再把这些资源转化成国家竞争力。如果你看懂了体育城，也就看懂了新加坡许多大型基建背后的逻辑。无论是大势港口、樟宜机场 T5， 还是未来更多超级项目，本质上都在做同一件事，把全球资源吸引过来，再转化为本地发展的动力。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或许也是一种值得思考的启发。真正有价值的资产，往往不是追求短期回报，而是能够持续创造长期价值。而这或许正是新加坡能够在全球竞争中长期保持优势的重要原因。
你觉得未来10年，新加坡还会打造哪些新的超级流量入口？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种从基建看经济，从政策看财富的深度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和打开小铃铛。我是阿明，我们下期见。